你呀，你呀，你呀。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？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戏，你说你演了多少遍了？现在马上给我找会演的来啊！这个我用不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江导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！哎呦，好久不见啊！我知道你在隔壁拍戏呢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不是过来看看我吗？今天这不来了吗？师哥，咱俩一个导师的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师哥。著名编剧罗曼啊，不敢。哎，你好。青年编剧罗曼。哎，欢迎欢迎欢迎。你好。哎，老师好。哎，江导，咱们认识这么久了，也不找我拍戏，这不是档期撞上了吗？你工作太满，我也没办法。哎，难得江导今天来，要不给我们指点指点？不合适，不合适。哎，合适，那必须得合适。师哥给我们看看。回原位，回原位。还有吗？还有几条，多放。哎，把刚拍的都放一下。徐总监，我一直想跟你说，这戏没法拍了，不行不行。钟新成，是吧？是来啊，导演，你知道刚才为什么演的不真吗？你是他的心腹是吧？嗯。但是你刚才一进门，肩膀冲外，脚尖冲门，身体语言就暴露了你在怕他。你怕他干嘛？他又不会咬你。既然你是他的心腹，那你就是他最信任的人，就自然而然往那儿一站一靠，你心里面只要有人物关系，就不会有错的。啊，谢谢导演。江导，让你给我说说戏呢，你也给我讲讲。哎呦，我哪敢啊！你就差拿影后了，也就是新人，我能说说。哎，第一步是身体语言，然后就是人物状态、人物内心、人物关系、眼神儿特别重要。哎，没完没了了呢，怎么人一多就要起范儿呢？真当这导演请就位呢？来，下回咱吃饭喝死他，那起范儿。啊，整段垮掉，这挺好。没有，你来。怎么样？我在这儿不会影响你拍戏吧？一点都不影响。什么时候到你啊？早着呢。哎，18线的小演员嘛，都是顶天立地的。顶天立地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早上第一场戏和晚上的最后一场戏是你的，这中间呢都没你。那，你一整天你就跟这儿耗着、等着、待着啊？没事儿，我早习惯了。而且在剧组待着嘛，也能观摩学习一下，也挺好的。我们就总开玩笑说什么演戏是自己喜欢的事儿，不用给钱。我们赚的呢，就是这份等着的钱。那你倒是挺乐观。哎，不过也是，你看我写剧本啊，也是因为我喜欢。咱赚的呢是伺候甲方的钱。是这样。罗曼姐，谢谢你，你对我真的太好了。你突然间跟我搞这么煽情干什么？实话实说嘛，我就是一个顺便啊，你也不用谢我，我面子没那么大，主要要谢姜牙导演。你跟姜导很熟吗？看你们俩聊天跟发小似的。我们俩吧，一开始呢是不熟，甚至他都戴着点有色眼镜看我。
说到这个，还是得感谢 King 总。那个时候我有个剧本，然后递到他手上，他说行啊，那一起出来聊一聊啊，那个吃个饭。我说行，我以为聊剧本呢，到那一看，他组了个局，那里面正好就有江阳。抱歉啊，来吧，来吧，来江导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江导大导演，啊，大家都知道吧？我就不多介绍了啊。来，人齐了，来提一个，来江导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罗曼，新认识的小朋友，刚开始写剧本啊，还愣着干嘛呀？赶紧敬人江导一个。江导，幸会。我刚来，你随意啊。又把我当 Ken 总的饭局小挂件了呗？田总，之前你说加一帮，你这项目体量太大了，我们也是胆战心惊的呀。是，你看有追求有想法，但是现在市场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所谓的自我表达，还是要收敛一点。哎，既然你都跟我开这个口了，是不是？咱们兄弟有什么不好商量的呢？你这样，你先替我手下那俩网大保驾护航一下。就直说呗，说你替我那俩破烂项目免费做监制，多棒啊！就这么定了。哎，知道了，行，这么着啊。手机壳不错呀，钢铁侠儿子给挑的吧？肯定是，男孩不就喜欢这些东西吗？有一天，突然跑到我面前跟我说：“爸，你认识钢铁侠吗？能带我认识认识吗？”咱们呀，有机会早晚合作一个片子，冲向好莱坞，一起去见钢铁侠啊！哎，你有孩子吗？一对双胞胎，我老婆现在还在美国坐月子呢。罗曼，一会儿送你回去。啊，不用，我有车。听着好过瘾啊！我说呢，怎么那上次吃饭处处挤兑你啊？我也是被他坑坏了。本来我在这剧组待的挺好的，都是因为他。现在那个丽娜姐处处针对我。啊，我说嘛，真是 Ken 总到哪都是搅屎棍，真的，真的。不过还是得感谢他，没有他，我也不认识姜牙，我们也不会产生这份革命的友谊。想想啊，那会儿真的是挺不容易的，一起扛雷，一起挨骂，一起弄剧本。哎，你跟周木村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呀？还是那种约会啊？我跟他算是掰了吧。拍了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我跟陈凯希老是会因为男的吵架，但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一起抢过男人，这就是因为男人那点事儿吵的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有凯西姐的事儿啊？反正吧，我是不会再理他了。这个人啊，没劲。
怎么了你？欲言又止的样子。哎呀，我说可能不合适。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？说呀。虽然那周木孙吧，他是有10万个心眼子啊，但我刚刚听你说的，我觉得他有句话没说错呀。这是他跟陈冕的公式嘛。虽然我没上过班啊，但你看我去试戏啊，去争角色啊，那别人要是试上了，不就没我事儿了吗？我试上了，这工作就是我的了吗？那都会为了一个机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呀。那商场如战场的，周木孙这样不算没底线吧？可是他利用了戏啊。是，确实。但是周木孙要干掉的是那个什么资本，他又不是要去干掉陈冕，他跟陈冕的利益是一致的，等同于他跟陈凯希的利益是一致的，毕竟他们是夫妻嘛，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啊。但不对啊，他完全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，我夹在当中。那你要反过来想呢？你考虑过他吗？工作是工作，感情是感情。他跟陈冕的是他跟陈冕，你跟他又是你跟他，你不用搅和在一块儿啊。你说的这些啊，我听着真的非常有道理。但为什么我听完之后还是觉得心里这么堵呢？有没有可能是，的确我见的世面还不够多，他的这些行为也实在突破了我的三观。倒也是，可能这就是生活的灰度吧，经历的不一样，标准也不一样。反正周木孙这事儿跟这底线啊，在我这儿差着10万个 King 总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换你能理解？差不多能吧。但我倒是觉得挺有趣的。你说周木孙这么滴水不漏的一个人，怎么在你这儿就变得这么不一样了？我有吗？有，很有好吗？而且他还能说出那种话，哎，他到底在生些什么气啊？他为什么生气啊？哪句话得罪他了？詹先生，这几页纸是之前那个美女掉在客厅的。这种东西以后直接扔掉就好啊。课外还有半包卫生巾。扔掉。哎，妈呀！陈冕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们俩谈恋爱，你爸妈管得紧，不许你出门，他老拿我当幌子约你出来。那个时候他说我什么？说我义薄云天。现在好了，现在这出点小事说我是小人，让你防着我。我就该跟岳母刺字一样，在他背后刺上过河拆桥。真服了，那小人。宝贝，对不起了。要不是清晨跟我讲，我还不晓得你为了我和周老板炒饭了呢。哎，这事儿有什么可对不起的？多大点小事儿，你说应该的嘛。但说实话，这个事儿也算是一个导火索而已。那你还想跟他在一起吗？问这么直接？你就好好跟我讲讲，你们到底是为什么炒饭的？你不是不支持我跟他吗？哎呀，当年我跟陈冕在一起，所有的人都反对，只有你支持我。现在啊，你明知道他是个天坑，你还是要跳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不陪你啊。有的时候啊，爱上了没有办法呀。哎，我可没有爱上。你别笑，我说真的，也就是那么一点点，怎么说呢？一点点，不甘心，
不甘心。明白吧？那天我觉得啊，他多少是有点小题大做了。人说打人不打脸了，啊，你这简直是把他的脸按在地上摩擦呀！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晓得呀？周老板是靠他前妻家发家的。真的假的？他的前妻呢叫于巧巧，本地人，家是在西边的。西边是什么人家晓得吧？他们两个是清大的同学，一毕业就结婚了，大概过了8、9年吧，他的岳母就去世了。去世后大概半年，两个人就离婚了。离得倒也不难看，据说他是净身出户的。哎呀，但是外面的人讲的可难听了，讲他是靠瑜伽上位，上位了就把瑜伽给甩了。哎呀，做人呢做得太绝了。实际的情况嘛，外人肯定也不晓得。毕竟后来看起来，瑜伽也没有为难他。但是，这种条件的人家，做事还是很低调的。收手吧，收手吧，罗马。这个男人水太深了，这个浑水不是你能趟的，你要有自知。这水吧，深归深，但是它真的很像一本悬疑小说，真的太让人上头了。这个是小兵，一开始的时候他可以走2步。先把小兵跳跳，慢慢谁回来了？哎呦，慢点，儿子，慢点，好。哎呦，是要拆了啊？你是用镜子给锯开的，呲啦的，可吓人了，我都没哭。妈妈已经发视频给爸爸看了啊，你可真勇敢啊！爸爸给你点赞好不好？医生说恢复的挺好的，就是那个石膏闷的跳得太痒了，所以就换了个支架，稍微透气一点。妈妈用小木棍给挠了，就是有点臭，我都不敢喘气了。小木棍有点臭是吧？哎，晚上不挠不行，不挠还睡不着觉。不过我都是很轻的挠。老婆，辛苦了。突然这么肉麻？我们晚上吃什么呢？你晚上没有饭局吗？这不到饭点了吗？我也饿了。那吃酸汤面。行，但是别单给我做，凑合吃一口就行了。
在家为什么要请我吃啊？怎么样，好吃吧？嗯。你看着我干嘛？你吃你的嘛。哦，对了，后天有个慈善晚会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陪我去吧。好啊。实在抱歉，是我考虑不周，让你难做。啊，没有，是我高估了自己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还有什么平衡？不过取舍而已。人生会有自己的选择嘛，你只是选择了家庭。说真的，我觉得管理好一个家庭真的不比管理公司要轻松。你能够把一个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，把这份精力放在工作上，也一定能做出成绩。我不是在恭维你，也不是在挽留，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你在新消费的赛道上很有 sense， 有天赋，起点高。如果哪一天你还想创业的话，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赛道发力。如果需要投资或者其他什么产业赋能，欢迎随时找我。当然了，有你们家陈冕在，应该也用不上我。谢谢，谢谢你给过我这个机会。太送慢走。OK， 无懈可击，改不了了，不能再改了。我现在有点理解你了，天坑不愧是天坑。你说他假吧，他假里有那么一点真，那个话讲的舒服又自然，情绪价值给的，我差点就信了。那其实他说的也没错啊，你在吃喝玩乐上挺有品位的，对不对？天坑。这么一个无懈可击的女人，都搞不定周木孙，周木孙这么滴水不漏的一个人，怎么在你这儿就变得这么不一样啊？
那时候小时候读书的时候，第一眼看到高迪就完全被迷住了。我在想，什么样的人能造出这样的建筑呢？太疯狂了。后来我就去学了建筑。难怪你那么喜欢巴塞罗那。高迪什么星座的？巨蟹，跟我一样。我还一直以为他应该是水瓶座呢，又疯又冷静。如果我再去巴塞罗那的话，我就报那种建筑师旅行团，让他们给我好好讲讲。那么听起来，我好像还挺适合竞聘导游这个岗位的。那我不省了很多导游讲解费，好几万呢。我也不便宜啊。孙总，这道菜你要尝一尝。好，好，好，行。孙老板，一杯呗。好，说男人从18岁到80岁都喜欢同一款。春眠，你是不是就喜欢你们家陈凯希那种青春校园款？孙老板，哥们儿嘴壮啊，我不挑食。敬你啊。哎，不过要说他们家陈凯希啊，那可是细致大美女，有魅力。老周啊，咱话聊到这儿，其实我特别好奇，哎，你怎么会看上罗曼呢？这姐们儿，我认识10多年了，又作啊，说这个话又多，就长得吧也就那样，是吧？你想想你原来，天天带着大蜜，特别飒的那种，你到底喜欢她哪儿啊？我觉得他，我就是觉得他挺有意思。今年又增加了23所，目前我们已经在河北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西、四川、陕西、山西7个省市建立了136所留守儿童之家。非常感谢几位老总一直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。小事。我们这边现在出了一些状况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有点突发状况，我去处理一下。什么状况？一位要演出的大提琴手现在上不了台了，现在又不知道在哪儿再去找一位。哎 ，Cassie， 你不是大提琴10级吗？哦，对呀，怎么把这给忘了？是吗，陈太太？那可不可以方便救个场？拜托了。但我已经很多年没拉了，那好，献丑了。哎呦，那太感谢了。大闸蟹得配好黄酒啊。喂？喂，罗小姐，周总让我送酒给您，这会儿不好停车，能不能麻烦您下来拿一趟啊？哦，好，谢谢啊，帮我谢谢他。哎，好。我在车里等啊。有句话车里不方便说吧？酒呢？在我家呢。
我螃蟹还在楼上呢。我们家也有啊，昨天刚从阳澄湖捞起来的，再不吃就不新鲜了。师傅在车里看着呢。不关我什么事儿。程太太了不起啊，这么一段儿怎么也得有20年的功力吧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再越界了。从此以后，再也不会踏进你的地界了。踩我脚上，就不用踩地了。
老婆你好香啊！咦，别再闻了，回来以后还没洗过澡呢。还是香香的，跟原来一样。想想真的蛮奇怪的。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我说要坐地铁回学校，你伸手就拦了一辆车。哎，老婆，那是因为地铁人多，味道好大，我不想抽到你。你自己啊，不管去哪里，你都坐地铁。你就只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一定要打车。你说要让我当你一辈子的公主，老了也是你的老公主。陈凯希，你可以的。这你都会做啊？还不是有人说自己想吃，这么全能啊？才知道啊。那对我这么好，算不算越界？
一会儿聊一下。好。首先，我承认陈凯希这件事情我处理的欠妥，忽略了你的感受，但主观上，我并不想伤害你。我是习惯了把工作和生活分开，对我来说那就是工作，但我们是我们。我可不可以理解老周在跟我道歉？那你接受了吗？接受啊，因为我也要跟你道歉啊。那天我的确情绪有点激动，有些话说的是有点重，所以对不起。当然了，我也能够理解你嘛，我在你这优先级不够，毕竟我们就是开开心心的约约会，吃吃饭，聊聊天，然后非要说是个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嘛。我没有当你是那个，我没有只想跟你那个。OK， 我们的关系不只局限于床上，我们有很好的沟通，我们每天聊天，我们偶尔吃饭，性只是我们俩关系中间的一部分。那怎么能算是那个呢？那也不算是女朋友。那得看你怎么理解“女朋友”这个词。啊，说实话，我确实不想要那种太落地的，就是那种我去哪儿得跟你报备，你跟一个男人吃饭，我还得假装吃醋那种。我很享受我们现在这样，我喜欢跟你聊天、吃饭、看电影，我有幻想跟你一起出去旅行。但说实话，我确实不希望我们过多的干涉彼此的生活。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，就是开放式的，不是1对1的关系，对吧？说实话，我觉得那种关系对你不公平。对我不公平？你看。毕竟我们年龄差距在这儿。坦白说，我能够给你提供的高质量的陪伴，能有几年？但是你不一样啊，你在你人生最好的时候，这时候你不多谈几段恋爱，不会后悔吗？我觉得啊，我们都是成年人。很多东西懂的都懂，事实就是不敢豁出去玩真的，为什么不直说呢？我发现你这在一个新女性的外壳下面，多少装了一些传统女性的灵魂，是不是？上升到这个高度了哈。那你倒是告诉我，什么叫来真的呀？来真的。人呐，其实不知道自己真的要什么。我们只是习惯了把那些控制和占有的欲望，把它当成是爱。等一下啊，他说的这些，我觉得有哪儿不对，但是我暂时还没有想明白到底是哪儿不对，我可能得消化消化。但这是不是就是高质量的 PUA 呢？
总是天真的以为日子平静的像湖水，其实只一阵微风，日子就干涸如坑。得失之间很暧昧，挥手的时候最美，要敢于面对自己的重建或摧毁。分明我看见了月光，把入口照得通通亮，人间这座大大剧场，聚散无常，终究有一天能学会主角和配角无所谓，生命终会走到结尾，无论你配不配，感谢每一天都在做让自己骄傲的那个，陪着生命